在皇帝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仿佛预示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。但正如所有的时代，在新的光明之下，总有一些阴影，在远处正有一些危机酝酿着。那些危机是什么？皇帝是怎样克服这样的一个危机的？今天我们就来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，看看皇帝是怎样战胜了这一危机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凶神叫蚩尤，他最早是统治南方的一个天神，样子长得十分怪异，一半像人，一半像兽。他长着人的头颅，但有4只眼睛，6只手臂，脚又像个牛蹄。他平时杀人掠物，无恶不作。此外，他还有81个兄弟与1匹喽啰，这些人也都异常残暴。一天，凶神蚩尤率领着他那帮无恶不作的兄弟，窜到黄河北岸，占据了逐鹿之野。皇帝得到消息后，立刻带领众臣们前去迎战。皇帝这边的精兵猛将也不少，有平时专为皇帝看守园林的天神昭婴，他生得马身人面，身上有老虎的斑纹，而且像飞鸟一样有一大对翅膀，不断地飞上飞下，神武勇猛。有为皇帝寻找玄珠的黎珠，他眼神锐利，能清楚地看见100步之外的针尖。另外还有秀构、象州、神荼、郁垒等名将和皇帝的儿子苗龙、孙子史君等，他们都各有各的本领。为了将蚩尤擒获，皇帝还特别调遣了一大群熊、狮、貔、虎等前来助战。由于皇帝带领的兵马来势凶猛，蚩尤一下子有点招架不住，只好节节败退，眼看就支持不住了。这时，蚩尤突然跳出重围，仰天张开大口，喷吐出团团雾气。霎时间，浓雾弥漫，笼罩四野，天昏地暗。皇帝的兵将顿时失去了联系，迷失了方向。皇帝一见这情景，急忙派遣神将把天上专门掌管大风的风伯找来，让他张开巨大的风带，呼呼地吹出狂风。谁知蚩尤有着出奇的本领，又吐出比原来强100倍的雾气。风伯放出的大风直吹了3天3夜，雾气依然不散。皇帝的兵将被围困在遮天盖地的迷雾中，东闯西冲，不辨方向，乱作一团，情况非常危急。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聪明的皇帝突然想到自己过去在观察天象时，看到天上的北斗星总是固定在同一个方向。受此启发，他根据这个道理制造出了指南车。因为有了指南车，皇帝才和他的众将领们辨识了方向，
杀出了蚩尤的重围。蚩尤见皇帝的兵马冲出浓雾，着实大吃了一惊。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，他使出了最后一招。随着蚩尤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山林里窜出了一群怪物，魑魅、魍魉。皇帝措手不及，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魑魅长着人的脸，野兽的身子，叫起来非常凄厉骇人。魍魉则长得像个小矮人，长耳朵，红眼睛，披散着长长的红发，黑红色的皮肤。人一见着他，便会无端地被迷住，不能脱身。幸而皇帝知道这些鬼怪的底细，知道他们虽然阴险狠毒，但是却害怕听到龙的叫声。于是皇帝急忙指挥兵将用号角模仿出龙的叫声。果然，这些鬼怪听到后浑身发抖，再也不敢靠近。虽然蚩尤的计谋没有得逞，但两军势力相当，怎样才能战胜蚩尤呢？这时，皇帝也发现，僵持的时间越长，自己这边的士气也就削减得越多。于是，皇帝命人拿来了一面巨大的战鼓，一来助长神威，鼓舞士气；二来也好杀杀蚩尤的威风。果然，战鼓一响，地动天摇。皇帝一方军威大振，蚩尤的兵马则被吓得目瞪口呆，不敢出阵了。当皇帝的兵马杀过去的时候，蚩尤走投无路，只得拼死出战。只见他两手持戈，两手持弓，两手持剑，连两脚也蹬奴石矛，凶悍威猛，使人无法靠近。皇帝一方仍然不能取胜。就这样拼杀了7、8个回合，皇帝还是没能把蚩尤击败擒获。于是他急忙召唤出应龙来助战。应龙是一种能够口喷水柱，围扫千军的大兽，本领十分高强。他来到阵前，张开巨口，江河般的流水直喷出去。蚩尤的兵马果然站立不住。皇帝一方正想趁机进攻，岂料蚩尤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。他跳到半空中，呼啸一声，霎时间狂风暴雨大作，地上洪水猛涨，顷刻间浊浪滔天。皇帝的兵马反而陷于洪水之中，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。在这危急关头，皇帝只得从细昆之山招命自己的女儿女魃前来助战。女魃是一位汉神，专门掌管收云吸雨。她身上有极大的热量，每到一处，烈日当空，赤地千里。这一次，女魃显足了神威，不仅使蚩尤的呼风唤雨不起作用，而且当女魃冲入蚩尤的战阵当中时，身体里散射出来的滚滚热浪，几乎把蚩尤的所有兵马烧焦烤死。蚩尤恐慌之极，急忙撤退。
皇帝看准时机，立刻风驰电掣般地赶了上去，一剑砍下了蚩尤的头颅。一场恶斗结束了，为了庆贺这次的胜利，皇帝命手下采集了首山地方的铜，铸造了一尊大鼎，鼎上雕刻了这次战争的各种场面，还特别把元凶蚩尤被杀的头颅也刻了上去，目的是为了警醒后人，贪得无厌，作恶多端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艾玛，你们故事讲完了，现在妈妈有问题要问你们2个人了。OK， 妈妈想先问妮娜。妮娜，妈妈很好奇，蚩尤有那么多的本领，这些本领都让他看起来非常的强大。能不能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拥有他其中一个或者是多个本领，会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呢？或者你觉得他的哪个本领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？深刻是什么？就是 very impressive。火，他会用火。蚩尤好像不会用火吧？你有没有听到蚩尤用水？哦，他是会用水。对对对，他用水，用的洪水。哦，他会发洪水。这个本领特别强大，给你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，是吗？好的好的，那感谢你。好了，那个艾玛来，艾玛，皇帝和蚩尤的战斗中，你最喜欢哪位英雄或者是神兽的故事呢？为什么？皇帝的女儿。女拔。女拔。对，哇哦！你还记得女拔有什么样的神力吗？她的那个身体，她的那个身体很烫。哦，烫，对，身体很烫。然后她也可以把水都烤干。很棒。帮忙。我还把马给弄死了。这一点我倒不记得。他把那个兵马都弄死了。哦，他把蚩尤的兵马给弄死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呀。是的，那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很棒，很棒，恭喜你，很恭喜你们！皇帝的胜利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的序幕，但是历史的进步靠的不仅仅是征服，而是创造。在下一集，我们会讲历史上另外一个伟大的人，他的发明创造为中国的历史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欢迎你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